南京的民国总统府现在是啥样？里面有洪秀全命名的宝贝龙，孙中山先生陈设简单的办公室，蒋介石充满玄机的办公桌，以及月夜常常听到民国军靴声，档案馆文件会莫名移位等怪异传闻。南京总统府里每个角落都有历史故事，许多冷知识令人大开眼界。这次南京总统府之旅的视频，我不按照流水账的方式来介绍，而只讲精彩的部分，其中的干货非常多，所以不容错过。现在我们正式开始。南京总统府门楼上的总统府3个字是由周中岳题写的。周中岳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和政治家，出生于云南大理，白族人。他在72岁时，也就是1948年，题写了这3个字，并因此获得了15两黄金的酬谢，堪称一字千金。这3个字挂了不到1年，1949年原匾被摘除，现存的匾额是2002年按史料复刻。南京总统府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，清代被辟为两江总督署，太平天国时它扩建为洪秀全的天王府。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在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成为大总统府。1948年门楼匾额由国民政府更改为总统府，门楼采用了中西合璧的设计，南立面采用8根罗马艾奥尼克柱，柱头卷窝纹样精致典雅。3堂拱形门上方嵌有巴洛克风格雕饰，门前一对清代石狮镇守，拱门设计外圆内方呼应传统哲学理念。沿着中轴线前行，便来到了大堂。大堂高大宽敞，正上方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4字匾额，比例雄浑，气势磅礴。我们经常看到天下为公这4个字，但具体天下为公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最早出自于《礼记·礼运》，原意是天下是公众的，天子之位，传贤而不传子。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是一种政治理想，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，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，倡导三民主义。我们当代人脱离了历史情境之后，很难切身体会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感受。我们抛开孙中山先生其他的伟大之处，单单只说他的胆识，看看有几个普通人能做到。在清末的那种乱世，城门上和菜市场经常就挂着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革命党的头颅。你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不说让你当革命领袖，就让你去当个地下交通员，传地下鸡毛信，你可能都没有胆量。孙中山先生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暗杀，而且是全球追杀，比如1913年在日本神户港躲过袁世凯的暗杀团，在英国伦敦还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囚禁13天。我特别提一嘴，孙中山先生有2位保镖姐妹花，尹家俩姑娘，睿智和维俊，她们从小就在洪门大家庭里历练。在孙中山的一众保镖里，尹家姐妹特别出挑。在上海哈同花园的欢迎宴会上，伪装成武生的杀手试图在戏剧高潮时行动。尹睿智、尹维俊姐妹识破阴谋，通过精准射击打灭吊灯，制造混乱，并制服刺客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，在南京夫子庙演讲时遭3名原清军伞兵刺杀。尹氏姐妹提前识破其粤语密谋，分头夺走凶器，最终配合军警逮捕刺客。这么传奇的保镖姐妹花居然没有被拍成影视作品，我的内心是有些意外的。按照现在自媒体的钩子理论和悬疑狗血剧的套路，尹氏姐妹的故事几乎所有噱头都可以全部凑齐，国仇家恨、大时代背景与个人命运、武打与悬疑，再编造一些情感剧情，起码可以拍3部，每部80集，之后再续上前传和后传，再加上他们后代的后传，最起码可以养活10家影视公司，打造出10个顶流明星。言归正传，参观南京总统府的重头戏就是紫超楼。紫超楼是总统府的办公楼，为纪念民国时期的主席林森而命名，因为林森字子超。这座建筑共有3层，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外观简洁大方，内部布局合理。1楼是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和会议室，2楼是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室。蒋介石的办公室采光非常好，办公桌斜着放置，
据说这个设计，一是体现了他对风水的极度信奉，二是暴露了他对李宗仁的不信任。蒋介石坐在斜放的办公桌后，便于观察进出李宗仁办公室的人员动向，暗合蒋李权力斗争的紧张关系。他希望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防暗杀。办公桌斜置，使得蒋介石后背紧贴两墙夹角，避免背对窗户或门，可同时观察正门与侧门动态。这种布局既减少视觉死角，又能在突发情况时快速通过东侧内室撤离。李宗仁的办公室采光差了许多，与蒋介石的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两人在权力和地位上的差异。在总统府的西区，有一片宁静而美丽的园林序园。序园是典型的江南园林，小巧玲珑，精致典雅，一步一景，充满了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。除了园林景观，西区还有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、秘书处和参谋本部等建筑。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是一座黄色西洋式平房，典型的仿意大利文艺复兴式样。1912年1月以后，这里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办公室。办公室内陈设简单，一张办公桌、一把椅子、一张沙发和一些文件，却见证了孙中山先生为实现民主共和而付出的努力。这种龙是洪秀全起的名字，非常的现代，非常的萌，叫做宝贝龙。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后，洪秀全将江宁府的两江总督署改造为天王府，并大肆扩建。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自称是上帝的次子，耶稣的弟弟，并试图通过传播基督教义来招揽信徒，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。他在起义初期提出了许多与封建社会不同的言论，包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比作妖怪、魔鬼，甚至东海老妖。太平天国建立之后，由于缺乏远见以及坚定的意志，他自己却开始贪图享乐，迷恋权力，行事作风和封建帝王越来越像。他自己居然公然穿上了封建帝王才能穿的龙袍，坐上了天津天王宫里的龙椅。这与他起事之前提出的恶龙理论是完全相悖的，也违反了他天赋上帝的意志。于是他又进行梦见天父的常规迷之操作，说天父的殿堂里也有龙，但都是射眼之龙。所谓射眼之龙，即金龙的一只眼睛正常，另一只眼睛眼圈放大，眼珠缩小，并且金龙的两道眉毛颜色也不同，并以射眼区分金龙。洪秀全还给射眼龙起了一个非常具有21世纪气息的名字，叫做宝贝龙。不久后的1853年，洪秀全索性取消射眼龙规定，亲自下诏书，所有太平天国刻的龙都是宝贝龙，不用区别射眼与否。由宝贝龙可见，洪秀全以天赋为幌子的戏法简直如同儿戏，同时也暴露了洪秀全的文化水平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洪秀全写的诗，我在这里简单摘录几句，大家看看他写诗的水平。先看这第一首，狗子一条长，就是真娘娘。若是多诡计，何能配太阳？再来第二首，一眼看见杏花开，大福娘娘天上来。一眼看见星火起，伯父娘娘该打死。我看了洪天王的这两首诗，觉得他4次参加科举均告失败，一点也不冤枉。洪秀全在天王府地宫去世后，尸体被湘军挖出鞭尸3日，最后装入大炮轰成齑粉，以破除王气。他扩建的天王府本有9重宫阙，却在清军破城时被焚毁，仅存汉白玉住处。南京总统府现在是一处4A 级景区，它可以算是最短命的总统府。虽然建筑群有600多年历史，但以总统府命名仅存续11个月。1949年4月24日，解放总统府的部队并非解放军主力，而是由投诚将领吴化文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35军。这支部队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，曾投靠日军、国民党，最终在济南战役中起义。更戏剧性的是，他们轻车熟路进入总统府时，国民党早已撤离，整个过程兵不血刃。而著名的解放军插旗照片实为4月27日补拍，也就是攻占总统府的3天之后，
摄影师邹建东用德国蔡司相机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。关于南京总统府，民间还流传着许多神秘传说与未解之谜，比如紫超楼暗藏密室通道，天花板有监视孔洞，疑为派系斗争产物；西花园古井传说连通地下暗河，井水有神秘力量，却无人敢饮；月夜常闻民国军靴声，工作人员称档案馆文件会莫名移位；孙权曾在此建太出宫，风水家称为南京真龙穴，后因多朝亡国被视为不祥。蒋介石深信袁大门风水克主，比如首任主席谭延闿暴毙，所以1929年重建县门楼。以上种种说法充满了民间喜欢猎奇和八卦的特点，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关于南京这座城市，民间大多认为这里王气不持久。毕竟从历史看，南京虽然多次成为都城，但朝代都很短命，比如六朝、明朝初期、太平天国等。为何南京作为都城的运势或统治的持久性不太好？网友们也总结了以下4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地理格局，形胜有余而险固不足。南京虽具龙盘虎踞之势，有中山、石头城为屏障，但实际防御存在致命缺陷。一、山脉破碎，周边紫金山海拔448米，牛首山海拔243米，这些丘陵海拔不足，山体断裂形成多处缺口，易遭迂回突破。秦始皇凿断方山，开秦淮河破坏地脉的传说，实为对地理弱点的隐喻。二、长江双刃剑，虽为天险，但上游对手可顺流而下，如西晋灭吴，解放军渡江，北岸缺乏淮河防线，则难阻渡江作战。明代战略家提出守江必守淮，但多数南京政权未能有效控制淮河流域。三、四战之地困境，东临沿海，西接荆襄，北望中原，需多线布防，却无战略纵深。鸦片战争英军从长江口长驱直入，近代日军攻克南京也印证了这个缺陷。第二个原因，经济军事失衡，粮仓富庶反成双刃剑。一、经济重心与政治核心割裂，虽自东晋永嘉南渡后逐渐成为经济中心，但军事重心始终在北方。北方掌控战马产地与精锐骑兵，南京政权多依赖水军防御，难以主动北伐。二、财富催化享乐主义，鱼米之乡的富庶催生统治集团腐化，如陈后主玉树后庭花，南唐李煜辞酒人生，太平天国内讧等，形成温柔乡消磨英雄气的历史循环。第三个原因，政治生态、偏安心态与正统焦虑。一、割据政权合法性困境，除明朝外，定都南京的多为南北对峙政权，比如东吴、东晋、南朝、南明等，始终面临正统性质疑。诸葛亮建议孙权建都，实为战略误导，欲使东吴困守江东。二、北伐动力消长悖论，强大时无北伐必要，如东晋门阀安于现状，衰弱时丧失北伐能力，如南宋。只有朱元璋例外，但其成功在于依赖对淮河、江汉流域的控制。明朝迁都北京，更加显现出南京的战略局限。第四个原因，文化心理、风水玄学与历史宿命。一、破坏王气的千年诅咒，楚威王埋金镇气，秦始皇凿山断脉，朱元璋封禁中山龙脉三大传说，构成持续千年的心理暗示。二、建筑空间的权力困局，总统府建筑群浓缩了这种矛盾。洪秀全天王府遗址与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共存，昭示着不同政权在同一空间的短暂轮回。从孙权229年建都到国民政府1949年溃败，南京承载的不仅是王朝兴替，更是中华文明从黄河中心向长江时代转型的试验场。其王气不持久的本质，实为中国古代南北失衡、整合再失衡政治规律的缩影。今天南京作为长三角经济引擎，正以文化自信突破历史宿命论，似乎见证着多元文明形态共生的新可能。而南京总统府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奋斗历程的象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会。